大家好啊，我是戴红。在往期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很多可爱的大老鼠。今天呢，咱们来讲一个和各种鼠同为啮齿目的人气家族，正是身上长刺的炫酷刚背兽——各种豪猪。最原始的豪猪型类是一些非洲啮齿类，比如在始新世到渐新世生活于非洲北部的非洲豪猪类，它们是较早从始啮齿亚目的古老鼠属中分化而出的啮齿类，非常进步。它们的咬肌从框下孔中穿过，下颌后角朝外伸出巨大的用于固定咬肌的突缘，十分炫酷哈。然而悲剧的是，随着版本的更新，这些古代老豪猪都记了。现存的豪猪主要有两大类，分别是豪猪科和美洲豪猪科。咱先来讲讲大家比较熟悉的豪猪科哈。豪猪科的成员现存3属11种，广泛分布于亚欧非大陆，普遍体型矮壮结实，头骨厚重，颈部肌肉强健，从肩膀到尾部普遍长有一种特化成坚硬脊刺的背毛，短小的尾巴被脊刺遮盖，这些尖利脊刺多呈黑褐色，十分修长，其中夹杂着灰白色的短毛，远远看去仿佛是一位穿戴着蓑衣的老者。当豪猪被敌人袭击的时候，脊刺会如同开花了一般盛开迎敌，堪称是自带反甲，杀伤性极强。首先是豪猪科豪猪属的成员，其中马来豪猪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部、南部以及东南亚，体长63到72厘米，尾长8到14厘米，体重10到18千克，浑身呈黑色到黑褐色，身体两侧和胸部长有扁平的脊刺，头部和颈部有细长的鬃毛，背部、臀部以及尾部长有粗直的黑棕色和白色相间的纺锤形脊刺，坚硬而且锐利，有些还长有倒钩，在扎入敌人体内时会脱落，十分恐怖哈。通常以小群的形式群居生活，栖息于森林灌木丛的岩石地带以及树洞附近。食物方面，马来豪猪主要以植物根茎、树皮、水果等为食，有时也会吃腐肉、昆虫和植物种子，寿命可长达27年。而大家最熟悉的中国豪猪主要分布于我国南半部和东南亚，体型较大，体长约55到75厘米，尾巴长约6到11厘米，体重可达20千克左右，主要栖息于森林和灌木丛，曾经一直被认为是马来豪猪的一个亚种，近期才被确认是一个独立物种。巽他豪猪主要分布于印尼，资料十分稀少。南非豪猪主要分布于非洲南半部，体长63到81厘米，尾部长11到20厘米，体重10到24千克，最重可达到30千克左右，浑身长满了可长达50厘米的锐利尖刺，其中夹杂着长约30厘米的更加粗壮的防御用尖刺，尾部长有中空的刺，碰撞之后会发出类似恐怖片 BGM 的那种咚咚嘎嘎的声响，可能对捕食者能造成恐惧。白天一般在洞穴岩石缝隙中睡大觉，夜晚会独自成对或是结成小群觅食，主要以植物根茎、浆果、水果、树皮以及腐肉为食，偶尔也会洗劫农田，让当地的农民那是头疼不已呀。如马来豪猪一般，在和敌人进行遭遇战的时候，会将脊刺竖起，背身向敌。他们的脊刺在刺入敌人体内后会很容易脱落，很多当地人看到那些捕食者身上扎满了豪猪的刺，误以为豪猪能像射箭一样发射尖刺，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功能哈，不然的话它未免有点太恐怖了，活脱脱一个复仇之矛，万箭齐发谁能挡得住啊？非洲缅豪猪分布于南欧和非洲的部分地区，体长60到83厘米，体重13到27千克，背部的粗糙尖刺长毛能够竖起形成冠状，如同赛文头部的冰斧一般，十分炫酷。白天一般待在洞穴中，会在夜晚外出行动。除了觅食恰饭之外，缅豪猪还是一名骨头收集者，他们会搜寻大量动物骨头带回洞穴中存放，以便用来补钙以及研磨门牙。印度豪猪主要分布于南亚和中亚，体长70到90厘米，体重11到18千克，脚掌宽大，爪子较长，能用来帮助它挖掘洞穴，善于游泳。各方各面和非洲缅豪猪比较相似。苏门答腊豪猪仅分布于印尼的苏门答腊岛，栖息于热带雨林中，体长45到56厘米，体重约3.8到5.4千克，以各种植物为食，除了树皮、植物根茎以外，还很喜欢吃农作物，比如红薯、香蕉、花生、玉米等。婆罗洲小豪猪是一种东南亚加里曼丹岛特有的豪猪，资料比较少。菲律宾豪猪仅分布于菲律宾的巴拉望岛，属于长相很可爱的一种豪猪，仿佛一只巨大的黑色豚鼠，经常出现在果园中啃食农作物。其他方面资料较少。豪猪科除了豪猪属，还有轴尾豪猪属。轴尾豪猪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部和东南亚，体型比较小，体长35到52厘米，体重2000克左右，全身长有刺，耳朵圆圆的，略有点像瘦长版长着老鼠头的刺猬，尾巴比较长，能长达15到25厘米，尾部末端有一簇脊刺，如同一把扫帚一般，主要栖息于水域较多的森林中。它的近亲非洲轴尾豪猪，主要分布于非洲中西部，栖息于森林中，白天在洞穴休憩，夜晚外出觅食，以树叶、花朵和水果等为食，偶尔也会吃腐肉。
豪猪科还有一个长尾豪猪属，现存唯一的成员长尾豪猪主要分布于东南亚，整体形象是鼠味渐浓啊，头体长在28到48厘米左右，尾巴可长达24厘米，体重约1.5到2.3千克，浑身长满短刺和毛发，善于攀爬，在遭遇危险时可能会断尾求生，然而尾巴并不会恢复。食补方面主要以树叶、树根、树皮、果实、种子以及昆虫等为食。说完了豪猪科，咱们再来讲讲美洲豪猪科。美洲豪猪虽然和豪猪同属于啮齿目豪猪下目，但其实亲缘关系不算太近，长相也有一定的区别。比如美洲豪猪相比于豪猪来说，毛发更长，有些长的甚至能遮蔽自己的脊刺，尾巴普遍较长，整体像是一个身披刺甲的爬树河狸，挺可爱的哈。美洲豪猪属的美洲豪猪主要分布于北美洲，体长65到80厘米，尾长15到30厘米，体重3.5到7千克，身形矮胖，四肢粗短，头部长有可长达8厘米的大型冠状刺，全身尖刺的数量可能达到3万根，武器储备是相当充足。这些空心尖刺锋利而且带倒钩，在刺入敌人体内之后很难拔出，是相当恐怖啊。足部宽大，善于抓握，多少有些小浣熊的技能在身上，经常在针叶混交林、灌木丛等地区爬到树上采食嫩枝叶片和浆果。同样是夜晚觅食，白天会待在洞穴中休息，通常独居。然而在气候寒冷的时候，也会和同类分享洞穴。对当地原住民来说，北美豪猪是一道很美味而且相当重要的食物。在加拿大北方森林的冬季，它几乎是最方便寻找，也是最安全、最能填饱肚子的肉类。对后来的殖民者来说，北美豪猪属于是大害虫，因为在殖民者进行工业建造以及采集物品的时候，会大量出汗，而人类的汗液中含有大量的盐分，这对于北美豪猪来说实在是难以抵挡的诱惑。于是那些沾满汗液的手套、靴子、工具的木柄等都会被其吃掉。殖民者们最得力的伙伴各种猎犬在面对棕熊和狼等掠食者时，通过团战以及吠叫，通常能达到保护家庭的目的。然而面对路过以及吃盐的北美豪猪，英勇善战的猎犬们时常被扎成了刺猬，是痛苦不已，十分悲剧呀。细针豪猪属的细针豪猪是一种生活于巴西东部森林中的树栖啮齿类动物，长得很像是没有大耳朵的松鼠，体长约38到45.7厘米，尾长25.5到28厘米，体重约1.3千克，浑身长满短短坚硬的鬃毛，主要以水果和坚果为食。最后还有卷尾豪猪属，曾经的其他几个属通过分子生物学的分析研究，都被加入到了卷尾豪猪属中，使得这个属变成了一个成员众多的属。各个成员的长相如同一个皮肤的各种炫彩，有些成员的数值高一点，有些成员的数值低一点，区别不是很大，普遍长有一个大大的肥厚鼻子，面相是十分憨厚啊，浑身长满了与长毛相间的锋利尖刺，尾巴普遍较长，能够卷曲，四肢善于攀爬和抓握。其中经典原皮巴西树豪猪也叫玻利维亚卷尾豪猪，主要分布于南美洲东北部，体长52厘米左右，尾巴很长，也能达到52厘米左右，体重约5千克，长有弯曲的爪子和无毛的掌部，十分适应树栖生活。白天会在树干和洞穴睡大觉，夜晚会外出觅食叶片、果实、树皮、嫩枝等植物，有时候也会捕食小动物。而另一个外形更加炫酷、自带炫彩的多刺卷尾豪猪，主要分布于南美洲东南部，体长24到50厘米，体重1千克，有弯曲如长尾怪手一般的尾巴和灰褐色的刺，大鼻头显露着一种朴实的气质，头部和靠近尾部的地方有橙色的刺，背部能够高高隆起，仿佛棘龙上身，以各种蚂蚁、树根、蔬菜为食。其他卷尾豪猪属的成员基本是这两种成员的形象通过加减素材做一些小小的改动，整体来说十分相似。一起找点乐子吧。当前版本自然界，豪猪一种种族值高达480的极高护甲坦克型英雄，虽然数值貌似不高，但由于自带荆棘之甲，所以在遭遇 gank 的时候，通过铁壁加强物防，让疯狂撒灵之后，对务工类选手杀伤性极强，而且尖刺自带重伤效果，难以疗愈。假如你决定使用豪猪，那我建议你搬掉鱼雕。豪猪即使在面对准神选手棕熊、狮子以及高人气打野斑鬣狗、花豹等选手时，也能通过针对性出装、极强力的反甲搭配着带重伤的尖刺，打出不俗的效果。然而刷新在美洲豪猪附近的鱼雕，这种数值偏低的选手可能是体态模型较小，而且被动技能灵力斗士几乎能够无视任何单位体积碰撞，导致鱼雕能够在豪猪技能 CD 的时候袭击其最脆弱的要害部位，比如腹部和腿部，从而将其终结。而无论是刷新在非洲还是美洲地区的豪猪，都需要小心河道的各种鳄鱼。生命值高而且回血能力极强的鳄鱼，同时还是一个务工方面的数值怪，在被重伤之后，能够无视反甲，一个咬碎把豪猪咬成残血。此时即使豪猪没被吞掉，也可能会沉尸河底，而鳄鱼会带着一嘴刺游离现场，深藏功与名。
关于好书的介绍暂时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喜欢的话，请能点个3键关注。我是戴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加油吧，大家！